张居正出生的时候，大明朝已经完了，永乐大帝的武功没了，仁宣时期的文治也没了，整个王朝笼罩在变礼的怪异气氛中。荒诞和偏执是嘉靖朝的政治代名词，但也正是这样无比复杂的时代背景成就了张居正。从今天开始，我将用至少9集节目带你走完这位秉国宰相的复杂人生。张居正的家世很有意思，他的祖上是一个叫张官宝的凤阳人，跟着大将军徐达破采石矶，平定江南，论功行赏时封了世袭的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张居正是一个军人家庭的孩子。张居正的曾祖叫张成，因为只是一个次子，世袭的尊荣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了。分家之后搬到了江陵，明代喜欢用地名称呼官人，所以张居正也叫张江陵。张成是个热心肠的人，再加上本人有点口吃，当地的人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张建子。张建子有3个儿子，次子张震就是张居正的爷爷。张震不喜欢读书，最后到荆州辽王府做了一名护卫，从此张家和辽王府扯上了关系。张建子希望他们张家能出个人才，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身上。可惜张文明也不是读书的材料，考了7次乡试都没有考中。用张居正的话说，就是他爹随了他爷爷了，太过放荡不羁。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嘉靖4年，和许多大人物一样，张居正的出生也有着不少传说故事。坊间传闻，张母赵氏怀孕的时候，夜里突然看到一阵火光直冲云霄，紧接着一个青衣童子将士在房间里不停地走动，于是赵氏就怀上了。待到临产的时候更是神奇，张建子做了一个梦，月亮竟然掉进了水瓮里，随后一只白龟浮出水面，紧接着房间里便传出了婴儿的啼哭。于是张建子借着梦中白龟的谐音，给这个孩子起名张白龟。张白龟就是张居正的本名。白龟2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叔父龙丘正在读孟子，小白龟凑过来看，龙丘打趣道：“你要是能认识王约2字，就算你厉害。”几天之后，2岁的张白龟竟然真的认识了。张家真的出了一个神童，这个神童也并非浪得虚名，他5岁读书，10岁通经文。嘉靖15年，12岁的张白龟走上了考场，当年的主考是荆州知府李世鳌。他觉得白龟这个名字不好，他改了一个名字居正。要知道，能让知府给赐名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原因也颇有些传说的意思。考前李世鳌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天爷赐给他一尊玉印，让他交给一个孩子，而第2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人恰巧就是张居正。李世鳌一看这个孩子竟然跟自己梦见的孩子一模一样，因此替他改名居正。不仅如此，张神童也得到了时任湖广学政田虚的青睐。田虚把居正招到自己家里亲自考试，题目是南郡祁同赋。居正很快的交卷了。田虚看着文章感叹道：“真的看不出来这个孩子只有10几岁。”得到了知府和学政的认可，张居正在荆州有了些名气。可这样的名气对于张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张居正的名字传到了辽王的耳朵里。这个时期的辽王名叫朱志革，王妃毛氏，世子朱宪节。嘉靖16年，朱志革死了，毛王妃看到未来要袭爵的儿子还是一个顽童，竟然一点气质都没有。她说道：“你如果这样下去，将来只会让张居正牵着鼻子走。”朱宪节愧疚万分，他也因此和张居正相识。可这友谊的背后埋藏着深深的仇恨，这是明朝贵族和寒门子弟间的矛盾。也是这一年，13岁的张居正前往武昌参加乡试，如果成功就是举人了。应试之前，他写了一首题竹，大致的意思是张居正此时在整个湖广都有一定的名声，他希望借此考中，但最终他失败了。原因并不是水平不够，而是遭遇到了时任湖广巡抚顾林的阻碍。这个顾林也是年少成名，是当地有名的大才子。考前他对监考的御史说：“张居正这个孩子是难得的将才，早些成名本无可厚非，但我的意思是让他再磨练几年吧。”就这样，张居正的首次乡试失败了。嘉靖19年，16岁的张居正再考，顺利通过。此时顾林感叹道：“过去的人都讲大器晚成，看来是我错了，我耽误了你3年时间。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只做一个少年天才，你要做伊尹，要做颜渊。”随后他把自己的膝带送给了张居正，但这些话对于春风得意的张居正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嘉靖23年，张居正会试以失败告终。至于原因，
他写在了给他儿子的借书中，自己年少成名，气势太盛，不知天下之大，抛弃本业而驰骋古典。3年时光，新的学业没有取得成就，过去的功课也已经荒废。事实证明，之前顾林的担忧不无道理。考中举人之后，张居正骄傲了。而就在他附庸风雅的这段时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对张居正之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爷爷张震死了，这时候的辽王已经是朱献杰了。因为嫉妒张居正的才学，所以同样年轻的辽王把气都撒到了王府护卫张震的身上，经常叫张震来家里喝酒，喝不下去就找人直接往下灌酒，最终张震醉死在了辽王府。这件事对张居正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第一次明白了权威的力量。可他现在仅仅是一个少年举人，又能做什么呢？忍耐吧，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嘉靖26年，张居正再考，中2甲第9名，选庶吉士。比较有趣的是，张居正这届进士堪称明代历届科举之最，与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大概有70人，官拜尚书的就有10人，更有3人入阁辅政。而年轻的张居正工作之后发现，这个年代和他想的好像有些不一样。他是庶吉士，工作单位叫翰林院，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日后都有机会入阁拜相。考取功名本就是为了做官，但时代亦有不同。现在的时代没有什么清明可言，因为朝廷的政治已经被一个叫朱厚熜的人重塑了。所有的百姓都是他的子民，所有的臣子都是他的奴婢。坦率地讲，嘉靖皇帝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从嘉靖18年起，他就不再上朝了。2年之后，他甚至不在大内居住，搬到了西苑。整个国家的大事小情都在这里决定，因为他要玄修，换取长生不老之身，永远的掌控天下。国家政治的黑暗是皇帝一手造成的，他需要通过臣子的内斗加强统治，用频繁的人事变动牢牢地把权力握在自己的手里。毫无疑问，内阁的斗争是惨烈的。张居正当庶吉士的这3年，他亲眼见过3边总督曾显被陷害，首辅的位子从夏言变成了严嵩。也是在这个时间段，他认识了他的老师徐阶。很快张居正被徐阶认定成了衣钵传人，张居正太岳的号就是徐阶给起的。嘉靖28年，张居正3年庶吉士期满，按照惯例他成了翰林院编修，这是个闲职。但张居正并没有闲住，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书，名为《论时政》。这篇奏书很长，但异常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借此窥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全篇共分为5个方面：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要的是改变，一场彻头彻尾的改革，就像许多年前顾林对他说的那样，他要做颜渊，要做伊尹。可惜这道书终究是石沉大海了。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内阁还是皇帝都没有这门心思。所以此后除了例行公事以外，嘉靖一朝，张居正没有再上过一道书。这篇模仿贾谊的奏书本有希望将改革的春风吹满两京13省，就此搁浅。此时25岁的张居正确实不如他所敬仰的贾谊，但至少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时代不属于他，因为改革是要流血的，他没有这样的权利。那这黑暗的政治真的没救了吗？是的，没救了，而且只会更黑。嘉靖28年3月，庄敬太子死了。嘉靖皇帝共有8个儿子，其中5子早夭，成年的只有太子载瑞、裕王载厚和景王载振。太子死了，理应立年长的裕王为太子，可嘉靖不肯，他的理由竟然是不吉利。更加奇怪的是，此后宫中竟然有传言，嘉靖听信道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之说，裕王、景王都不能见他的亲爹。所谓的二龙不相见是完完全全的屁话，这是嘉靖不愿意放权，朝廷以后不需要太子了，因为他将是永远的皇帝。此刻张居正终于明白了，他这些年学的礼记是没用的，所谓的礼已经不复存在，他要继续学习，既学徐阶，也学严嵩。
这个时期的张居正对严嵩还是敬佩的，因为这位阁老已经69岁了。严嵩过生日，他写过不少拍马屁的诗文，但很快一件事让他彻底地看清了这个人。严嵩并不是什么老而弥坚的肱骨之臣，他只是一个虚伪到极点的政治投机分子。嘉靖29年6月，蒙古俺答寇边大同，8月入冀州攻古北口，京师危急。嘉靖召见严嵩，问道：眼下的事情应该怎么办？严嵩说道：所此想是贼耳，不足患。意思就是一群恶狼罢了，抢完自己就走了。此时的蒙古人已经兵临城下，在北京周围烧杀抢掠数天。皇帝问你应该如何退敌，你竟然回答无所谓，真是应了明史那句无他才略，唯一意未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戌之变。具体经过我已经在徐阶篇中讲过了，此处就不再赘述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事情被徐阶巧妙地化解了。不过明廷也答应了俺答开马市的条件。通过这件事情，嘉靖发现严嵩老了，嘉靖要物色下一个给自己打工的人了。显然徐阶很合适，那就让这二位斗去吧。于是新一轮的内阁纷争开始了。这一切张居正看得很清楚，他并没有因为老师被严党压制而疏远，相反，他们走得更近了，并且毫无顾忌。在严嵩的世界里，张居正这个年轻人只是一个会写诗文的作家罢了。所以严嵩把奉承皇帝的工作交给了张居正一部分。这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写一些给九天称贺、念王朝之盛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写多了，难免会对时局失望，因为张居正深刻地知道他只是在粉饰太平。但身为臣子，身为一个将改革作为自己毕生目标的人，张居正只能这么做。这是他从徐阶身上学到的隐忍。但不久之后，一个人一件事几乎击碎了他的内心。嘉靖32年正月18，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给皇帝上了一道死谏，大骂奸臣当道，直指内阁首辅严嵩。结局我们都知道，杨继盛很快被下狱，2年后被问斩，而作为老师的徐阶什么都不能做。这样的朝堂令张居正感到彻骨的寒冷。他的理想还有机会实现吗？他不知道，他只能继续他的工作，机械般地写着那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可这现实的引力实在太过沉重，理想的丰满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张居正不想干了，荆州老家的山山水水在向他招手。他写了一首诗，叫《你西北有知府》。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时局不允许他多说多问，他只能多想多做。大体上就是这个时间段，他的发妻也死了，他急切地向朝廷抱恙，他要离开这里，找回真正的自己。我个人非常喜欢大明王朝1566中吕方对冯保说的一番话：文人做官要三思，思危、思变、思退。在任的张居正可以左右逢源，但是人在红尘，看得并不清楚，只有脱离才能有时间去思考。临走之前，他给徐阶留下了一封1000多字的长信，狠狠地抒发了自己的情绪。但长江和黄河谁是清的谁是浊的，张居正一个28岁的翰林还差得远呢。嘉靖33年，张居正回到了他的老家江陵，成为了一个在野的人。一开始他终日闭关不起，疯狂地读书学习，他希望在古籍中找到拯救世界的办法。只可惜圣人的话对于现今的大明朝好像没用了，那就真正的歇一歇吧。可朝廷的政治不清明，想要找到一块真正的净土又谈何容易呢？张居正走了很多地方，他去登山，去竹林，去田间地头。此时他的心仍然是矛盾的，他没有完全的抛弃政治，这些从他写的诗中都可以看出来。在游山期间，他写了一篇《夜会翁》，南轩词是朱统志。什么是万里图？日心志又是什么意思？张居正的志向从来不在游山玩水，他的心中想的永远是政治。他去种地，写了一篇《学农园记》，这篇文章看似在写生活，但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呐喊呢？
他白天和农民一起种地，晚上却又到辽王府去喝酒。张居正这样一个对政治敏感的人，又怎么可能体会不到其中的滋味呢？荆州有这样一个辽王，整个大明朝又有多少个辽王？宗藩的乱政，大地主兼并土地，只要这两个事情不改，大明朝的天就要永远的黑下去。什么严党，什么进党，什么清流，这朝堂之上，难道就他一个人是清醒的吗？看得多了，也就明白了。所以他又写了一篇大谈盐铁论的文章。现在国家的问题，除了宗室藩王，还有国防开支以及皇室建筑，这一切的费用全都要由两京13省的百姓买单。此刻，张居正的政治主张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要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除民众的痛苦。可他一个赋闲在家的人，只能等待时机，所以他继续和辽王谈天说地，伺候好这位自比李白的好朋友。因为辽王在嘉靖一朝一定是安全的，这位兄弟是嘉靖皇帝的道友。30岁的张居正面对害死他爷爷的仇人，已经能表现得如此淡定，这与他离开京城时写给徐阶的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不仅仅要看清政治，更要看清朝堂上的每一个人，也要看清他自己。他不断地往来繁华与寂静。也许在王府中穿梭的某一刻，张居正懂得了权力的意义。只有掌控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为了得到权力，他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所以他写了一首《歌鼓行》。从此之后，张居正将孤身一人，他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家庭，乃至于若干年后他父亲张文明去世的时候，他都不奔丧，不丁忧，不顾所有人的唾骂。他不想做这浑浊世间的白莲花，他要做的是大明朝的太岳。嘉靖36年秋天，张居正时隔3年重返京城，再一次投入到了政治漩涡当中。人真的会变吗？当然会。张居正初入职场的时候给皇帝上书，他要改革，可没人理他一个小小的七品编修。后来他又写了30首诗给严嵩祝寿，他说严嵩是声名悬日月，见履必行禅。他写了一大堆贺表帮着嘉靖粉饰太平，但他终究是个有理想的人。残酷的现实告诉他，这个时代不属于你，于是他离开了。在老家，他先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后来又去和仇人辽王喝酒。他去登山，去种地，为了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要的是能够实现理想的权利，所以他在嘉靖36年重返京城时怒吼：欲报君恩，岂血人言。为官10年，张居正的热情没有了，他变成了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权力是他唯一的恋人。张居正回来之后，一切都没有变，皇帝还是那个皇帝，严嵩依然大权在握，徐阶还在隐忍，严世蕃照旧飞扬跋扈。他自己的职位也没有变，还是翰林院的编修，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长安7举屡变，江南羽檄傍午，京师10里之外，大道10百为群，非得磊落奇伟之势，大破长葛，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他说的是唐代的一个小故事。长安曾有棋局，当时有一名姓李的后生战无不胜，后来吐蕃选手前来挑战，国家的命运因此掌握在了一个小人物的手上。姓李的后生赢了，功成身退，挽救国家于水火。这个磊落奇伟之势，说的就是他张居正自己。他在等待破局的时机，所以除了徐阶之外，他竭尽全力的让所有人把他当做一个只会诗词歌赋的文人看待。严世蕃曾经说过，这个天下只有3个英才，他自己还有陆炳、杨伯。张居正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闲人。嘉靖37年，严嵩和徐阶的斗争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徐阶找了自己的几个学生弹劾严嵩，和杨继盛那次一样失败了。可不同的是，这几个人没有死，这代表着主人的权杖正在向着更加年轻、工作能力更强的徐阶倾斜。1年之后，嘉靖已经把徐阶抬到了可以和严嵩分庭抗礼的程度。严嵩老了，下面的人他多数是管不住的。
但现在东南抗倭又到了关键的时刻，胡宗宪在前面领着戚继光和于大猷打仗，严嵩这朵瑞莲还没有到必须被铲除的时候。张居正也在嘉靖39年得到了他人生中的第3份工作，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事。明代又左右春坊，负责太子奏行、起签、试读等工作，名义上是太子的属官，后来逐渐变成了翰林官升迁的虚衔。而国子监可以理解为过去的大学，司业就是大学的2把手，此时的1把手是高拱。因为明代只有2京设有国子监，所以高拱张居正的地位比现在的大学校长要高得多。也正是这份工作让张居正和高拱建立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简单来讲，他们算是朋友。国子监的工作是远离纷争的，张居正有了时间去研究哲学。嘉靖年间是阳明心学盛行的年代，张居正虽然是徐阶的学生，可对于阳明学派他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心学可以作为学风，但不能用此治世。他更欣赏的是张聪的实学，这就非常奇怪了。要知道，徐阶作为聂豹门人，前任首辅夏言的徒弟，是当时有名的心学大师。可是张居正竟然不认可老师的学术观点，反而推崇曾经给徐阶下过绊子的张聪。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却依然能长期得到老师的肯定，足以见得他的政治头脑远非常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史料没有记载，屏幕前的你我更无从判断。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嘉靖朝几乎没有任何建树。只有一种可能，是徐阶有意为之，他在保护张居正。因为即便张居正想要隐藏自己，在徐阶与严党几乎名牌对峙的情况下，徐阶一纸调令将其摆在关键位置，张居正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而这种刻意的保护是建立在徐阶通过不断试探，已经清楚了嘉靖皇帝对于严党的态度，倒严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张居正这样一个被徐阶一手栽培起来的未来内阁成员，在这个时间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就这样，张居正顺利地度过了严嵩专权的最后时代。嘉靖41年，严嵩倒台，在幕后的张居正目睹了这一切，他写了这样几句诗：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洲。家臣已是中秋尽，万里清光远自天。他没有导言的激动，现在的他只需要等待，等待着来自江南的天风把他吹进内阁。嘉靖43年，严家已经被清算的差不多了，皇帝也彻底的老了。人到暮年的嘉靖依然没有放弃对于长生的追求，此时的他修炼已经到了一种癫狂的程度。然而无论是武勋贵族还是文官集团，都看得出万寿帝君的时日无多了。而张居正凭借跟着徐阶给嘉靖拍马屁的高超文笔，调任右春坊右御德，这依然是个虚衔。不过他离誉王更近了。通过讲学，张居正得到了誉王的信任，誉王很佩服这位比自己年长10岁的小师傅。不久之后，徐阶把李春芳抬入内阁，后来高拱和郭璞也进了内阁。天下人都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终于，嘉靖的修道失败了。他在1566年的一个冬天里驾鹤西去了。皇帝去世是头等的大事，但臣子们来不及悲伤，因为他们要草诏。这份工作异常的重要，这关系到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这也是张居正第一次正式的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徐阶和张居正计划了隆庆登基的一切。在遗诏中，师徒2人决定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修道、大兴土木、营职等等被遗诏以先帝的名义停止了。同时，徐阶用遗诏给过去在大理议以及嘉靖5年因为李福达案而牵连的诸多大臣平反，这是一个政治信号，过去的高压统治结束了，接下来的岁月要施德政。一切的好感都集中到了徐阶身上，但他好像忽略了一个事实。按道理说，遗诏应该由首辅秉笔阁员参与，张居正一个从四品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可徐阶偏偏单独召见张居正入宫，没有告知高拱和郭璞。徐阶的遗忘是新一轮权力斗争的起点。嘉靖45年12月，誉王朱载后继位，年号隆庆，
时年30岁。同时，张居正从幕后走到台前。隆庆元年，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2月，进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如今张居正已经43岁了，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他第一次科考时写的那几句诗。30年，张居正终于直上头杆了，他还要继续努力，直至头杆的顶点。但还没等到他开始行动，内阁便起了波澜。各种缘由或许和隆庆皇帝的性格有关系。朱载垕是一个仁厚的人，他没有父亲玩弄群臣的智慧，但他也不是不懂政治，他只是厌倦了。作为一个皇子，他这些年活得太过压抑，所以登基以后，他和司马家的那些先辈们一样，开始享乐。他喜欢出游，喜欢喝酒，喜欢美女，总之一切消遣的娱乐他都爱。皇帝的心思造成隆庆一朝的党争更加剧烈。首先就是徐阶和高拱二人的矛盾。高拱早年间就是誉王父，而徐阶从来就不是誉王的人。徐阶只是徐阶，他是夏言的政治继承者，阳明心学的传人。但无论徐阶高拱怎么斗，张居正只是静静地看着。无论是嘉靖朝还是隆庆朝，张居正总是能够同时交往所有政治强人。他看着徐阶发动言官，在几个月之内相继赶走了高拱和郭璞，徐阶再一次成为了胜利者。张居正也完成了永乐大典的重修，升迁礼部尚书。现在内阁剩下了徐阶、张居正、李春芳、陈以勤4个人。李春芳、陈以勤都是不惹事的老好人性格，整个权力由徐阶独揽。徐阶终究是徐阶，他不会做严嵩。他们2个人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徐阶是在其位谋其政的。但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1年。隆庆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前面已经说过，他讨厌政治，喜欢消遣，出游可以算是他的一大爱好。可在徐阶这些士大夫的眼中，皇帝是天子，任何行动都是有政治含义的，所以徐阶要阻止。每一次皇帝外出，他都要去劝谏。最终君臣间的拉扯，徐阶以失败告终，他无法阻止皇帝的外出。但这也没有什么，徐阶还是首辅，他可以继续行使他的权力。出乎意料的是，徐阶选择致仕归乡，放弃他的权力和地位。然而徐阶毕竟做了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这个天下有没有严嵩的残党？高拱身为帝王师会不会再次起复？这些都是他要考虑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儿子在老家可一点都不干净。这一切的一切只能交给张居正去办，也只有他能扛得起。徐阶离开以后，张居正在给徐阶的信中表明，他对知遇之恩是感激的，他们2人的情谊这辈子已经分不开了。隆庆2年7月，按照入阁的顺序，李春芳接了班子，但他只是一个好先生。属于张居正的时代开始了，他要进行压抑了大半辈子的改革。隆庆2年8月，张居正上书陈言6事，直至王朝必正。全文共分为6个方面：省议论、镇纪纲、重诏令和明时、固邦本15碑。全文过长，在这里我们挑简要的进行说明。省议论在于人事制度要用人不疑，减少不必要的审查制度。镇纪纲在于强调文件的严肃性，拒绝前朝那种让人猜谜的文件。和明时禁止官员频繁调动。固邦本清查田亩，打击地方豪强，拒绝土地兼并。15碑在于团练乡兵，整顿兵营。但这些精心设计并没有掀起一丝一毫的波澜。隆庆皇帝在看到奏书之后，只是回复道：“我知道了，你是忠臣，做得不错。”不过虽然改革没能推进，但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已经完整了。无论是嘉靖时期的那封奏书，还是这一次的陈言6事，无外乎4个大字：绝对权力。在张居正的施政理念中，皇帝是要像秦始皇、朱元璋这种绝对强势的皇帝，张居正要的是提高君主的地位。可是现在的皇帝担当不起，这并不是隆庆仁厚的性格导致的，而是由于他父亲主导的乖戾的政治决定的。隆庆皇帝对权力没有感觉，所以经过这一次的试验，张居正深有体会，如果将来有一天皇帝做不到，那他就要把皇帝的权力拿走，自己做。仅就当下而言，谋国必须要先谋身。陈言6事就这样没了下文。改革的时机不成熟，但张居正总要做些事情。嘉靖以来，整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不在东南，而是在北方。
所以张居正调谭纶任蓟辽总督，调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总领冀州、昌平、保定3镇练兵事务，总兵官以下接受节制。徐阶致仕了，兵部尚书霍济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国防的重任已经系于张居正一人。也许他也想过多找几个人手缓解压力，但显然现在还不是时候，自己毕竟不是首辅，身边的人多了，难免要得罪言官。权力的游戏，张居正现在还只是一个初级玩家，他需要一件事展现自己。很快机会出现了。隆庆2年12月，辽王朱宪杰被废。朱宪杰为非作歹多年，当年靠着自己信道教勉强维持，嘉靖归天以后，他是一定要被清算的。在御史弹劾朱宪杰13大罪状之后，朝廷钦点刑部左侍郎洪朝选去荆州彻查。朱宪杰自然是不服的，但不知道是他脑子抽风，还是修道真的修神经了。一个世袭的王爷不去想着找人求情，竟然演起了窦娥冤。自己竖起一面白旗，上面写着宋冤之毒4个大字。这下好了，事件升级变成了谋反。可朱宪杰说到底就是一个无赖王爷。洪朝选在奏书中表示，朱宪杰只是荒淫暴虐，绝口不提造反的事情。而张居正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辽王事件可以说是张居正一手策划。首先，一开始上书的御史名叫高光先，后来此人官至3边总督、兵部尚书，而且他是山西人。张居正素来对国防事务亲力亲为，高光先必然是其政治盟友。其次，无论当年张震惨案是真是假，这些年他们张家人都或多或少的被辽王压制。那张居正借此机会去整你辽王一家，就完全符合政治规矩。你别想好了，至少藩王是别当了。这场拉锯战不能说张居正赢了还是辽王输了，但张居正在报复是一定的。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柔弱的臣子，张居正在一步一步地建立自己的政治威信。而就在这个时候，隆庆皇帝却突然想起了他爹教给他的制衡之术。张居正这个人似乎有些强势了，应该找个人针对他。于是在隆庆3年8月，赵贞吉入阁了。赵贞吉是嘉靖14年的进士，资历比现在内阁的所有人都要老。作为内阁中真正的心学传人，再加上曾经在嘉靖朝的陈年往事，在皇帝的心里，赵贞吉比张居正更适合成为内阁的话事人。同时，赵贞吉作为一个60岁开外的人，他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要比张居正更强势。对于这样的局面，张居正要做些事情，他要和赵贞吉斗法。可4个月之后，意外发生了，高拱重返内阁，夺走了所有人的权利。相传徐阶告老还乡之后，有一个名叫邵方的人前去拜会，提出自己可以帮助徐阶重返内阁。殊不知现在这种情况是徐阶最想看到的，所以邵方得到的是徐阶的嘲笑。可他没有放弃，又去找了高拱，说了同样的话。高拱居然信了，这自然是因为他高拱是明朝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言官骂走的人，他想要翻盘必须杀回内阁，找回面子。所以他安排邵方去找内廷司礼监太监行贿，给隆庆皇帝吹风。高拱顺利的以次辅身份还朝，并且监管吏部，成为事实上的内阁第一人。随后他命御用监太监陈洪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期间张居正在干什么呢？明史说高拱是张居正联合太监李方找回来的，为的是撤赵贞吉的州。这件事情张居正确实做了，可以由多重史料印证，但高拱还朝绝非张居正的手笔，基本上可以算作顺势而为。原因在于徐阶退休之后，隆庆皇帝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和内阁的联系，他启用的赵贞吉完全没有达到效果。同时隆庆3年11月，礼部尚书高仪因病免职。12月，吏部尚书杨伯丁忧。这2位老臣的离去，让隆庆皇帝压力山大。皇帝的态度受太监的影响极大，所以当邵方这样一个政治素人花大笔资金到京城给太监行贿，皇帝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张居正大体上已经明白了，高拱还朝已经板上钉钉，无法阻拦，索性他顺水推舟，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因为皇帝需要和大臣之间的联系，高拱担当帝王师多年，简在帝心。这种关系
是张居正等一干臣子无法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以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他不可能为了一个赵贞吉主动去找高拱，他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高拱回来之后，立马处置了当年弹劾他的言官胡应嘉、欧阳一敬等人，惊恐而死。徐阶和张居正制定的嘉靖遗诏被宣布为非法。随后，他宣布要按照大礼议期间的明伦大典任用官员，同时给嘉靖皇帝翻案，强调先帝没有被方士毒害，是寿终正寝。这还没完，高拱还要强迫剩下的4名阁员放权。高拱刚刚回来的时候，张居正曾说过：“喜高劳启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这番话并非阿谀。要知道，张居正顺势而为，给足了高拱面子。对于高拱，他多少是抱有幻想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张居正在之后的岁月里表示：“区区在位一日，当为善类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区区去留，亦不能自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谁的人心不同，谁又不能自毙？答案就在高拱归来之后的人事变动。首先是老好人陈以勤直接退出了，他表示：“我岁数大了，咱们之前关系都不错，没必要争得头破血流。”可高拱还是不满足，他还要收拾收拾赵贞吉。隆庆4年10月，他提议考察科道。高拱的目的就是要用吏部的能量和赵贞吉掌管的督察院来一次直接对决。这已经发展成了一次党争。赵高2人分别指挥各自的手下，列出各种罪状将对方打倒。最终高拱赢了。这个时期的明朝官员无论怎么争，无论谁当权，还是在乎皇帝的。高拱和赵贞吉疏远疏近，一目了然。赵贞吉临走之前，给隆庆皇帝留下了一封信：“臣自掌管督察院以来，只有考察一事与高拱相左，至于其他事情，臣不能一言，有负天恩。臣归乡之后，如果高拱还在内阁，望陛下收回吏部大权。”赵贞吉说的非常直接，于其性格而言，不太正常。到这里，内阁的风暴暂时小了些，因为意外发生了。这次的意外源于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爷爷娶了自己的孙媳妇儿，这个孙媳妇儿还是他的亲外孙女。这是发生在明朝隆庆年间的一段真实历史。蒙古俺答汗娶了已经许配给自己孙子把汗纳吉的外孙女齐拉古特，从此爷孙2人反目成仇。而草原上的伦理大戏，不仅仅是蒙古贵族间的信任危机，一场由明蒙100年恩怨引发的外交风云即将展开。想要讲清楚事情的整体脉络，我们需要对明蒙关系有一个简单的了解。自明代开国之初，蒙古和明廷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到了嘉靖年间，主要的冲突方是鞑靼土默特部，其首领为俺答汗。进攻北京的是他，嘉靖杀蓟辽总督，杀兵部尚书也是因为他。不过俺答汗的强势不仅在于他手下的鞑靼武士多么英勇，更多原因是明朝出现了大量的汉奸叛徒。嘉靖中期，燕北地区白莲教头目邱富、赵全等人率教民非法越境，叛逃至河套、丰州地区。此后的10余年里，其势力不断壮大。到隆庆年间，在明蒙边境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内奸集团。他们在丰州兴土木、开水田，帮助俺答计划战争，领导敌人进攻长城。以邱富和赵全为首的内奸集团演变成了威胁明朝国土安全的板生问题。目前，赵全计划在自己称王之后尊俺答为帝，阴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意外发生了，赵全最终败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就是片头里提到的俺答汗娶了自己的外孙女。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俺答的3儿子铁背台吉死了，铁背台吉留下一个独子把汗纳吉，俺答把他交给自己的大老婆抚养，成年后替他娶妻比吉。而把汗纳吉还是不满足，他又看上了自己姑姑的女儿齐拉古特，婚事已经定下，但到最后齐拉古特却嫁给了俺答汗，转投外公的怀抱，变成了蒙古的3娘子。无尽的恨意集中到了把汗纳吉这样一个青年的身上，
鞑靼的武士承受不住失恋的痛苦，怨恨和嫉妒让他诅咒自己的爷爷俺答。到了隆庆2年，三娘子已经怀孕生子，这下巴汗纳吉几近崩溃，他不愿在别人的冷眼下生活，他要离开。就这样，巴汗纳吉谋划了2年，在隆庆4年10月的一天里，10几匹蒙古战马带着无尽的恨意来到了长城边界，巴汗纳吉降明了。此时的宣大总督是王崇古，大同巡按御史是方逢时。他们面对这位蒙古公子哥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最近的过去，这里勉强偷安了几时，现在居然有人过来投降，后面会不会有追兵呢？在不明确对方意图的情况下，最终方逢时决定冒险去见一见巴汗纳吉。具体接触过程史料没有记载，不过在方逢时给王崇古的信中，他说道：机不可失也。王崇古也料定巴汗纳吉奇货可居，所以几天之后，方逢时派了500人，大大方方地将巴汗纳吉接了回来，同时另有书信高拱张居正请教对策。王崇古、方逢时2人都是隆庆4年经由张居正举荐到宣大履新的。来之前，张居正曾嘱咐道，在宣大任职与关西不同，这里有4点需要注意：以鲁为患，事无斗志，足惰而完，将令不行。所以遇到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绩，一定要谨慎。这一次的非常之事，王崇古的计划是换球，他和方逢时准备借此机会彻底解决板生问题，把赵全这个汉奸杀了。而这一切都要朝廷定夺。高拱看到信之后，立马叫来了吏部右侍郎张四维。吏部是高拱的大本营，张四维深得高拱的信任，同时他的身份也足够特殊，王崇古是他的亲舅舅。显然高拱对王崇古的做法有些不甚理解，他需要找张四维核实。在了解情况之后，高拱在回信中表示，务必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将巴纳汉吉视为人质，要厚待他。至于板生问题，暂时不明，不做讨论，一定要想办法搞清楚蒙古方面现在是什么态度。高拱的安排比较稳重，在不明事态具体情况时能够顾全大局。张居正的安排则更加具体和激进，他表示赶紧找个人去和鞑靼那边传话，你孙子投降跟我们没关系，是他自己仰慕我大明的文化，而且我们这边早有明文规定，我如果现在把你孙子杀了，我就可以封侯了，但是你家孩子是慕名而来，我不忍杀他，不仅如此，我还要给他赏赐，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吧？要么你遵循咱们之前的约定，要么你把赵全的人头奉上。如果你敢称兵要挟，我也不怕你。现在宣大征兵备战，等着你来。由此可见，王崇古和方逢时已经得到了内阁的支持，但当他们的汇报正式传到京城时，满朝哗然。王崇古在奏书中写道：俺答横行塞外50多年，无数次侵扰我大明边塞，现在他孙子前来投降，应该接纳封官。这封奏书遭到了叶梦熊、饶仁侃等人的明确反对，他们的理由是鞑靼多年侵扰，杀我臣民无数，万万不可轻信。咱们千万不能忘了宋代郭药师的前车之鉴啊！其实现在来看，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更为重要的是，事情发展到现代，似乎少了一个关键的人。兵部尚书干嘛去了？国防的大事，他为什么不发表意见？现在的兵部尚书名叫郭乾，他在隆庆元年致仕，但在高拱还朝2个月之后起复，又任兵部尚书。明史说他对于是否应该接受投降不置可否，基本上可以判断为躲清闲去了。所以在兵部不发表意见，内阁的高拱、张居正赞同，前线的王崇古、方逢时赞同，几名御史反对的局面下，最后隆庆皇帝拍板接受投降，下旨优抚巴汗纳吉，予赏赐，并将叶梦熊外调，平息异议。几乎就在朝廷做出决定的同时，俺答带着自己所有的兵马出动了。他一边亲率大军进攻平鲁城，一边分兵2万给2个儿子攻威元堡。死亡和掠夺的空气瞬间席卷北方，但明朝的边防早已不是20年前。
现在的宣大是王崇古、方逢时，蓟辽是戚继光、谭纶，陕西还有王之浩。明朝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俺答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事实上，从隆庆登基开始，蒙古的侵扰就在逐渐减少。原因很简单，他们打不过。那俺答这次出动又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王崇古所料，随着明朝边防的加强，俺答没有欺骗他们，他真的想讲和了。其次，毕竟把汗纳吉是他亲孙子，还是他大老婆从小养到大的，俺答受不了大娘子的一再催促，起码要确定一下把汗纳吉是生是死。在这种大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方逢时派的使者鲍崇德来到了俺答汗的大营，他对俺答宣读上谕，朝廷决定厚待你孙子，他不仅没有死，还给他封了官。俺答不信，派人去打听，把汗纳吉确实活着，而且还是王崇古的座上宾。于是鲍崇德继续说道，你孙子可以随时回去，前提是赵全等人必须伏法。鲍崇德从容的表现，俺答汗十分欣赏，他吩咐手下选一匹好马送给鲍崇德。俺答再示好，他基本上认可了明廷的方案。这些消息经由王崇古传至高拱张居正，作为幕后的指挥，他们又有了另一番布置。我挑简要的说明。其一，和鞑靼的所有交易都应该秘密进行，毕竟涉及到版生问题，一旦有任何变故，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关于他们一直想要的互市，主动权一定要抓在我们的手里，和把汗纳吉的态度没有关系。第三，一定要搞清楚俺答汗本人的大致思路，不然就算赵玄等人伏法之后，他们鞑靼还是侵扰我们，那这一次的事情做的就没有任何意义。最后，一切的事情你和方逢时一定要仔细思考，多和朝廷商量。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明王朝和鞑靼都有作战准备，但双方却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朝廷里，内阁和督府都不愿看到边信。对于俺答汗而言，他进攻并不难，但如果战事一开，他孙子的小命可就没了。难道他这一次出兵不是为了把汗纳吉的生死吗？战争与和平在任何年代都是一个难题。同时，如果他选择和平，他会成为因改善民族关系而名垂千古的大人物。是战是和，都在他的一念之间。一切都在秘密进行着，但问题还是出现了。御史姚继可参了方逢时，说方逢时有通敌之嫌。好在高拱张居正足够强势，他们不可能让这样的弹劾影响大局。事后，张居正还特意书信王崇古，让其安慰方逢时，千万不要被朝廷里的某些人影响。再之后的事情就比较顺利了。隆庆4年12月，北风凛冽，赵玄等10几名汉人被俺答送到了云石堡，随后荐送京师问斩。赵玄的头颅经过隆重的仪式传至大明九边。2天后，把汗纳吉重新回到了俺答的帐下。俺答派人感谢王崇古，并且再次提起开通共事。版生问题解决了，参与事项的一干人全都升了官，就连已经致仕回家的赵贞吉也因为赞扬这次的大计受到褒奖。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之前张居正说的，俺答的话能信吗？土默特部已经和大明交战了近1个世纪，讲和是不可能的，这有失国格。那要继续和俺答接触谈共事吗？现在的难点在于，整个事情发展到现在，不是什么精密的谋划，而是意外。把汗纳吉降明是意外，鲍崇德几句话让俺答直接答应大明的条件，把赵玄等人送回来更是意外。后续的安排还会不会出现意外？如果继续接触推进共事，就要解决好3个问题。第一是封，把汗纳吉已经接受明朝封赏，那还要不要更进一步给俺答汗封王？一旦封王，会不会牵扯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利益？同时，他俺答可是整个庚戌之变的始作俑者，给他封王的阻力可想而知。第二是贡，封王纳贡从来都是一体的，俺答及其部下要按照何种规制纳贡，朝廷要怎么样去安排才妥当？其三，互市通商，
封贡之后，明朝的北边和俺答所属部下可以在限定的时间指定的区域内进行贸易，这是一项国家经济政策，一旦弄不好，通商的地区也会有不少麻烦，更要仔细斟酌。这3个问题如何解决，朝廷正在商议，意外却又发生了。俺答公开表示，我想停战，发誓永远不会侵犯明朝疆土。因为这个意外，王崇古在隆庆5年2月上书重谈封贡8事，不料这一次却遭到了兵部尚书郭乾的强烈反对。他指出，虽然庚戌之变后重开马氏，但在嘉靖晚年已经禁止，现在重启贡氏，不知道王崇古是何居心。我大明朝坚决不能和蒙古人做生意。同时，王崇古上书之后，言官的弹劾接踵而至。给事中张端甫说，你王崇古完全不考虑以后的问题，不就是在邀功吗？御史姚继可也把之前参方逢时的文章翻出来重新上书。怎么办呢？王崇古确实和高拱、张居正关系匪浅，如果让这些人攻击成了朋党，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事情就此僵住，只能交由圣裁。皇帝下令廷议，简单来说就是开个班子扩大会议，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最终赞成票22，反对票17，还有5票属于赞成封贡，反对护市。这种结果，皇帝只能将奏书打回兵部，兵部令王崇古再议。王崇古有内阁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不可能放弃，所以他没过几天就递上去了一份一模一样的奏书。而这一次，高拱和张居正做了万全的准备。高拱为了把言官的嘴堵上，直接把成祖爷朱棣搬出来了。他指出，咱大明朝早就有给蒙古贵族封王的先例，现在朝廷里有些人总是拿宋代讲和说事儿，难道我大明朝和宋朝一样吗？我和张居正、王崇古是在谋国。而张居正说的更加直接，国家为什么养着你们这些酒囊饭袋？护市的好处一大堆，你们都看不见吗？内阁的强势令兵部汗颜。随后郭乾上书，我们赞同王崇古总督的主张。但高拱、张居正还是不放心，他们以内阁的名义给皇帝拟了8字方略，外事机密，内修守备，就是一边答应俺答，一边整顿国防，算是给了之前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一个台阶下。最终隆庆皇帝批复王崇古奏书，俺答汗封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把韩纳吉为昭勇将军，在大同宣府等11处开市，但交易时间、规模受到限制，铁器等军用物资受到严格管制。至此，困扰了明朝近100年的北虏问题得以解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俺答封贡。仔细看来，这是一件颇有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从把那汉吉降明到最后明蒙开通贡市，虽然有着内阁和督府等人的谋划，但真正影响事情走向的其实是俺答汗的态度，也就是一个又一个意外。而之所以能达成最后的结果，原因大致有2点。首先就是明蒙双方军事实力的变化。嘉靖晚年到隆庆初期，在解决东南倭乱的同时，明朝军队训练出了一大批精兵强将，这些人在被调往北方之后足以稳定局面。同时，俺答汗年事已高，拥有地位的大儿子皇太极也逐渐独立。在这种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下，俺答汗很难再次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其二，明蒙双方的高层都有着强烈的议和动机。首先，隆庆皇帝对政务不感兴趣，而贡市的主张又是王崇古提出的，推动者还是高拱和张居正。那实际上开通贡市，在明朝高层已经获得了统一的认可。到这里，隆庆一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已经结束，明蒙关系得到了改善。时间也来到了隆庆5年，兵部尚书郭乾因先前反对封贡而被高拱、张居正疏远，丁忧的杨伯重新回来任兵部尚书。到了5月，李春芳退休，高拱由次辅变为首辅。这台国家机器在这些文官的治理下，看似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王朝的隐患已经凸显，张居正每时每刻都活在痛苦之中。一场由隆庆皇帝去世引发的政治浪潮即将到来。